在今年开始呢，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有很多关于移居马来西亚的询问。有观众朋友呢就问我说，有没有代办申请这个第二家园的准证啊？然后申请费用多少啊？还有如何申请啊？甚至呢就是在申请到一半的有问题需要解决的那一些询问都有的。那么对的，我们的政府呢就是于2020年的时候呢，就是暂停申请了这个第二家园。那么2021年开始重新开放申请的时候呢，就做出了让很多申请者还有这个业者冒冷汗的这个大调整。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e. 对了，今天我就邀请到了我们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的全国顾问公司协会主席刘会长来为我们解说一下现在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来 ，Let's go。Hello， 大家好，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刘会长啦。Hello， 艾丽，谢谢你，因为我还没有上过 YouTube 老实说。OK， 我之前呢就是有上到别的平台，但是 YouTube 是第一次。那么好的我就想要了解一下刘会长你在这个行业就是代办申请这个第二家园准证有多久了呢？我从2011年开始申请组织一个公司从2011年，所以差不多有12年的经验了所以你说长不长，短不短，但是有一定的年龄。都有10年嘞，长了。长了。那么就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亲爱的政府呢，他就做了一些大调整嘛，对不对？2021年的时候。那么我想知道当时候作为业者啦，你听到政府的这个宣布，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当时在现场我当时政府在宣布公布这个新政策的时候呢，我在现场，我的嘴巴呢从小一直开到很大，因为差点我的下巴都掉下来。其实那时候呢，我们没有想过政府调整调到那么高，调得那么厉害几倍的那个调。对。那么我也想知道，就是做了这个新调整过后呢，就是2022，就是去年嘛，那我们申请的人数有减少吗？然后就是成功申请的人数大约有多少呢？在疫情之前其实我们是讲说2020年这个7月份呢冻结的，然后呢其实中间呢2019年10月份左右吧，到2020年6月份呢其实都有很多申请的，但是因为我们政府呢说审批委员会呢已经解散了，所以这批的这些客户呢基本上都不获批准。那如果说在疫情之前2019年9月之前呢，我敢说呢，在17年、18年、19年，如果平均下来的话，每年大概有6000个家庭呢受批准的。是合格批准6000多。对，所以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数字，而且在马来西亚这个经济呢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囊括很多的部分。因为你一个第二家园的身份呢，你在定居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买房嘛，最擅长的部分对。然后呢，然后你还有就是给政府的一些这个费用就是签证费这些是政府的。然后就是消费生活对你在马来西亚消费然后你需要去做生意然后你可以看病小孩的教育其实很多方面呢都可以帮助到马来西亚的经济的。了解。那去年呢？去年呢叹气，叹气，不讲了。最主要就是我们刚才闲聊的时候谈到，就是说收入的部分呢，每个月呢从1万块马币证明到4万块马币的证明，4倍每个月所以这个我相信只有大公司的所谓的 GM 才有这种的收入了那当然我们讲说4万块可能还是有蛮多人有这个拿到这个工资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你需要90天的居住要求。最少90天。那如果说我一个现在正值在赚钱的时候我要90天的居住需求的话呢，那个也是对我讲是很大的一个门槛所以有时候讲说政府呢可以在这部分呢可以考量。还有一点就是说
批准了以后呢，需要放100万在马来西亚啊。放在马来西亚这部分，放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它是好了，对于马来西亚来讲是好的。但是呢，政府要考虑到很多国家现在往外汇钱的话呢，它是有一个限制的。对，有一个限制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尽办法怎么去汇钱。那我就不知道政府有没有想过这一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要去看好了。OK， 了解。那么至于我国的第二家园方面呢，我们是有3种的，对吗？刚刚所说的这个100万的存款4万的月收入还有居留90天的这个3大主要的这个申请条件。那么另外2种的这个准证呢，它其实是比较轻松的。对，沙巴跟沙劳越，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呢有很特别的地方，东马有2个，西马有1个。西马没有border嘛，我们讲没有什么边界嘛，对，就是qua州就很快。然后东马呢，就是沙劳越，现在是开始，去年已经应该是前年开始就启动了。沙巴呢，也是冻结了一段时间，但是沙巴政府呢已经是发布了说它会重启这个沙巴第二家园，但是呢它的政策还没下来。还没下来。沙巴的就还没有确定。那么沙劳越的，我了解的就是已经确定，而且它是比较轻松的申请条件，对吗？对，它就是说，比如它以单人跟双人来算的，就如果一个人的话呢，他就需要存款到沙劳越呢是15万，15万。双人的话呢就30万。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轻松，对，还是比较轻松。但是呢，就是最近沙劳越政府呢有出了一个条例，讲说你拿沙劳越的第二家园呢，你可以到西马去旅游，不能到西马去居住。有这个条件，但是具体什么情况，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它是刚写在那个批文上的。他是如何去定义那个人居住在西马呢？这个我们还不知道。我去那边旅行2个月这样子就怎么说是旅行还是居住，也是很难去做的。对，这个就比较我们现在没办法去确定OK， 那么我想知道就是调整的那个申请条件过后呢，申请费用有没有调整了？有，其实因为老实说，大家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会员们呢，肯定收入会减少以前会多，然后收费也可能相对比较便宜。对。现在因为人数骤降所以我们也想说，我们工会之前呢有一个定在一个价格啦，在一个家庭我们收15000马币。15000马币就是申请费用。对，当然每一个公司他自己衡量自己的一个能力范围之内啦。我们希望说，我们业者呢都因为在艰难的时刻呢，我们都可以手抓着手啦，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啦。OK， 了解。有没有讲说是给政府了？哪一笔是给政府的费用其实呢，它有调整，也蛮多的其实以前第二家园申请的时候呢，是免费的是免费申请的。对，现在呢，每一个主申请人申请的话是5000马币。5000马币。对，如果附属家庭成员呢是2500马币。这是政府那边收的。政府的部分，然后呢，以前呢就是说不需要给保证金，现在主申请人需要给1次的保证金。如果是对于不同国家不同的，可以从200到2000。200到2000。对，所以要看什么国家。看国家。比如说中国的话呢是1500。香港也是1500。有些国家呢就1000块也有。我很好奇什么国家是200？如果没有记错是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然后就是说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政府有调整的部分是在于签证费。签证费以前呢是90块。1年。现在是500块1年。OK。然后每一个它有另外一个签证叫做多次往返的签证，它是分开的，是分开的，但收费是一起收。那个就是每一个国家也会有不一样，有些17块半的也有
30块的也有，20块的也有，free 的也有。所以像比如中国人来说呢，它就是500加30就530块了，从120块变成530块。哦。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太大的反对，因为这个是毕竟是给政府的，也是刺激一下我们马来西亚政府的经济啊。那么在这里总结一下那一个费用呢，就是这个申办的这个手续费，还有政府方面的那一个申请费用，还有签证的这个费用，还有就是这个保证金。保证金就是主申请人的这个保证金，到时如果说你不要第二家人的时候呢，是可以退还的。OK 好。所以基本上，老实说，第二家人呢，他没有让你花很多的钱，只不过是他都是要帮你锁着罢了，钱还永远锁在你的还是你的，钱还是你的，只不过在政府的口袋暂时。对，就是说他有，就是说。人性化的这部分，只不过是门槛确实高了一些。OK， 好，了解。OK， 那么这个申请到了第二家园准证过后呢，就是代表说它是可以自由出入马来西亚，去任何国家，对吗？不是，其实有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它其实也只是一个签证，居住在马来西亚而已。那如果说你想去到新加坡，新加坡的话，你还是得申请一个签证的。这不是 passport 的意思啦，它是给你居住在马来西亚。对，然后你要去新加坡，然后因为你有这个长期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一个签证嘛，所以你申请新加坡的时候呢，你可以，它一般上它会给你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因为你去了新加坡，很快就可以回来马来西亚嘛。所以这部分呢有好，就是说如果说你有这个签证在马来西亚的话呢，你要去其他国旅游的话，你不用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申请。如果说你是旅游身份在马来西亚玩了大概20天，哎呀，我突然间想到某个国家去旅游的话，而且要申请签证的话，那么你就没办法在马来西亚申请了，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的国家去申请。原来。它有这个好处在这边。OK， 好，了解。是的，因为我知道那个分别了，现在。那么他们除了旅游之外呢，他们也允许在本地经商，对吧？上学那一些。对，其实就是这个身份呢，可以让你的小孩在马来西亚读书啦。然后如果说你自己想投资做生意的话，开一间公司是没问题的。当然你必须要请本地员工来帮你经营啦。对，我有听说，就是如果你开公司的话呢，你是老板，可是你不能就是亲自去做那个经营执行了不能执行。对的。那么如果我开的是茶室，我可以去倒茶吗？如果你是我朋友帮你倒茶是没问题啦。就不能就好像员工这样子倒茶嘛，桌子这样子就不能了。对。还有这样子的。只要你不要去拿那个工资啦。当然，如果你兴趣倒茶可以没问题我喜欢泡茶，泡给朋友喝，那我觉得是 OK 的。OK， 那么还有就是，我有听说，就是那个小孩子呢，现在是不能上政府学校，要上国际学校，对吧？是，其实主要就是教育部呢，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它有4个类别的人群呢，才可以上马来西亚的华小。当时这个法案呢是比第二家园更早期成立的所以呢，他没有把这个第二家园囊括在里面。那么好了，我们国际学校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呢，也是相当的廉宜那个学费，而且呢，那个水准也是蛮高的嘛。对。你知道我们全国有多少家国际学校吗？没有去算过。我那天查了一下资料，大概有200所。哇，200所的国际学校是很多。马来西亚在这个教育部分呢，其实蛮蓬勃的发展。对，而且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跳板给很多。就是说，不是通晓英语国家的那些学生们可以从这边跳到欧美国家或者澳大利亚去上大学，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地方。马来西亚确实因为多种语言嘛，你看我们中间讲话呢会穿插英文马来语中文这样子。是的。那么除了教育呢，在医疗方面呢，这个申请者他有第二准证的过后，是不是同样可以去政府医院呢？其实呢，
他属于还是外国人啊。当然你还是可以去政府医院没问题，只是说他收费呢还是以外国人的收费来收取的，还是以外国人收费。对，他不可能是马来西亚的这个人民的福利的啊。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政府医院的这个对于外国人收费呢也不贵，也不贵。但是呢，一般上外国人就是第二家人身份的这个客户呢，他们有自己的保险，所以我们呢自己有自己的保险嘛，我们就让这些辛苦一点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呢到政府医院去嘛，然后自己有保险的上保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私人医院哦，而且我们私人医院非常的服务好，医疗设备好，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也是马来西亚 MHCC 我们是 Health Travel Council 呢，他们也在积极的帮我们马来西亚做这个医疗旅游，其实取到很好的成果。的确，我们马来西亚除了这个心脏科呀几个，还有其中一个试管婴儿科呢，马来西亚是 above average 的，就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哇，还有这个这一方面的哦。对，试管婴儿在马来西亚非常的蓬勃。镜头前的朋友啊，有哪位想要试就是有小朋友了，可以过来这里看看。OK， 那么可以这么说吗？就是申请到了第二家人准证过后呢，来到这里就赶快买一份保险，因为要买本地的这个保险。对，然后呢就可以去这个私人医院享受这个医疗福利这样子。对，一般上呢就是说，当你拿到你的申请批准了以后呢，必须要到马来西亚做几件事情啊，一个就是存款嘛，现在是100万，开户口存款。对，开户口存款，然后呢需要医疗保险，然后呢需要做一个简单的体检，然后呢当然现在要付保证金，然后呢才能拿到铁签，就是那个第二家人签证的所以呢每一个人到马来西亚来拿到这个签证的时候呢，基本上他都要上保。当然我们是建议如果有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我们都希望说他每年都自己续那个保险，因为以防万一，不要用到是最好，对吧？用到当然有个保险。OK， 了解。那么据你所了解呢，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第二家人准证如果是要跟周边的国家相比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准证有什么优势还是就是跟其他国家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像我刚才有提到的，就是竞争最大的其实是泰国精英卡泰Elite卡然后现在呢印尼也推出一个类似第二家人的配套，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它完整的一个政策然后还有这个柬埔寨也有柬埔寨第二家人的CM2H， 柬埔寨也来。菲律宾呢，它也有所谓的一个退休的一个计划的，就是有一个政策。所以其实都以周边马来西亚周边，我们不谈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主要是以这个绿卡为主的，它的门槛是高到我们普通去新加坡的就没有来马来西亚了，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去新加坡，你拿第二家人马来西亚第二家人是很简单的啦，对他们来说那我们就 compare， 我们就跟这个泰国精英卡比较，发展中国家，对，就比较一下。刚才我说的就是泰国精英卡，它好的地方，它有很多类别，它有很多类别，大概有8种9种。那马来西亚第二家呢，就比如35岁以上嘛，所以那些20多岁到34岁，现在的年轻人赚钱特别厉害啊。对呀，像艾丽看 YouTuber 也是赚了不少钱开玩笑所以呢，其实很多年轻人也很赚钱，但是呢，因为这个第二家人的门槛35岁以上他去把一些部分的人呢被拒于门外了所以你看泰国它是21岁就开始就可以申请，所以他可以先住在那里，那么就吸收了这个年轻人才了。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很多退休人士，4万块的门槛是很难的，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们可以选择泰国，因为
门槛低啊。当然如果说我讲它的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这笔钱是直接付给政府的。对，你必须付掉的，然后你是拿不回的。然后你居住了不习惯，然后饮食方面不习惯，文化差异很大的话，那么你就自己退掉了。你刚刚提起的那个泰国政府收的是10万嘛，对吗？它有很多配套，有些是差不多10万块左右马币。10万是马币啊？对，马币或以上的，还有很多配套了所以就不一样的。那马来西亚呢，配套相对来非常的简单，而且也没有什么所谓的配套，因为只有35岁以上开始，然后50岁一个门槛以上，所以但是条件几乎都一样，几乎都一样，所以呢，我们的希望说有特别一个一个类别的多一些选择这样子的。对，就是说给那些年长的想在马来西亚退休，因为年长在马来西亚退休的也很重要啊，因为他们自己买房，自己在马来西亚居住，然后购物这些都会帮助到马来西亚，刺激到马来西亚经济的。对，绝对的。OK， 这样我大致上了解了。那么邻国泰国是我们主要的这个竞争对手嘛，对吗？那么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那个 flexible 流动性，对，有很多的配套。那我们马来西亚呢就比较 standard 一个配套而已哦，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呢，如果是你说文化饮食那一方面的话呢，应该是我们马来西亚最靠近、最贴近这个华人市场了，对吧？对，其实马来西亚呢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老实说，你看我们华人可以讲中文，然后你去到广东话、福建话都没问题，然后英语也没问题。当然，现在印尼市场我也可以讲马来语所以基本上呢，马来西亚非常的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对，主要就是比如说中国人来到马来西亚呢，他吃的部分他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很多粤菜在中国也吃得到嘛。虽然没有北方现在也很多马来西亚你看到湖南菜啦、湘菜啦、麻辣啦，各方面都有。所以基本上马来西亚呢，我们讲说像联合国这样什么人都有，所以非常的容易融入在社会上其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马来西亚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呢就有很多文化的这个融入这样子的生活在马来西亚，刚刚我在外面走进来的时候呢，就刚好看见摆放了有很多这个马来人佳节的这些礼品，那你就感觉哇，好像要过年了一个感觉的。在马来西亚呢有3大民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对，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族群每一年都新年嘛，我们马来西亚人呢，就每一年都庆祝3次的这一个过年过节的感觉了。是。那么讲到文化这一方面呢，对的，我也是想要知道在大部分的这个申请者呢，第二家申请者，他们是大多数来自于什么国家、什么种族？OK， 目前呢，新的政策下的数据呢，还没有很公布了没有公布。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大概还是以中国人为主。中国为主中国香港为主然后呢在疫情之前呢，那个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有48000多的户成功申请的然后呢33%左右呢，就是15000多户呢是来自中国的第二呢1/3了，对，差不多1/3然后第二呢是日本。日本有一段时间呢，不是当时日本有那个海啸当时就很多吸引很大批的日本人过来退休。总过来说呢，就是说中国申请人会最多。在2019年、2018年呢，申请的人，香港、韩国其实蛮多的。所以其实韩国其实有上升的趋势，因为韩国南韩嘛，跟北朝鲜也有紧张的时候嘛，对吧？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呢，这个第二家很好的，在某个程度上，如果世界各地呢有发生到一些变动的时候，或者是紧张的时候呢，马来西亚第二家呢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很好的一个避风港。对，避风港，对啊，而且马来西亚第二家呢，它是一个人申请嘛，一家3代都可以在马来西亚，而且现在小孩呢可以
陪同父母呢，只要他没结婚，然后没在马来西亚工作呢，可以陪同到34岁。其实1996年开始银发计划嘛，银发计划过后呢，2002年呢就转成第二家园计划啊。其实，在1990多年的客户呢，有些还在继续的在马来西亚，都是用这个第二家园，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一直去，只要你在马来西亚没有办法，你就可以一直去，20多年了。你看，在马来西亚，他钟情于马来西亚，而且马来西亚不是第二家园，他说第一个家园在马来西亚，因为有些人居住在马来西亚习惯了，然后就把他原有在他国家的那个房产啊都卖掉了，就居住在马来西亚。OK， 那么就话说回来了，在这么好的这个国家，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准证了，对吧？刚刚有提到的，对，就是说，确实像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说，之前的申请人数这么的可观哈，现在来说呢，它的人数确实骤降了很多。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我身为工会的这个协会会长啊，我们也是一直积极的，是希望说可以见到相关人士啊，去谈这个事情。我们把我们所面对，就是我本身呢也跟了马来西亚旅游部啊，去做推广，因为他负责推广第二家园。我去了韩国，我去了日本，我去了香港、台湾，然后下周要去中国。其实像日本市场已经真的是很差了，真的很差了。然后韩国也没有很好，所以就是说，因为在这刚才所讲的4万块的这个门槛啊，居住的要求的门槛啊，还有一些汇款的因素啊，所以呢，导致人家会却步在这个第二家园，所以因为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类别太少了，没有太多的选择性，没有灵活性的一个政策啊，所以变成说有些人还在观望，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信息呢跟到相关部门呢，去再探讨一下啊，希望说他们在考虑到安全与经济的范围上呢，做一个更好的一个配套出来。因为我上任以来，就从2020年最多事之秋开始上任的。最挑战的时候上任的。对的，我是挑战的时候上任的，所以其实呢，我们也工会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理事们呢，也很积极的在找个门路。我们就是希望说，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国家嘛，我们也希望说从这个安全部分呢考量，当然也考量到经济嘛，然后经济的起飞也让大家呢都有安居乐业的时候。OK， 这样好的就非常谢谢刘会长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一个分享非常真心的这个真心话的分享哦。很多都是很多时候都没有讲出来的话都讲出来了。OK 那么好了，镜头前的朋友们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MM2H 第二家园准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就是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就让我们团队知道，我们呢可以私下跟你就是做这一个咨询这样子的。是，当然了，我希望说艾丽的这个影片呢，可以分享出去呢，就是说把更多的信息、准确的信息给大家知道了。OK， 好 ，So 谢谢李会长。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啦，当然也非常谢谢大家的留守。那么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疑问的话，可以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哦。那么当然最后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还有很多房产相关的资讯要分享给大家的。那我们就下一集见了，拜拜。大家好，我是 Ellie， 今天不是带你来看楼，而是呢来做一个采访。对了，今天呢就邀请到了我们那今天呢我就很有幸的是邀请到了这个我们马来西亚第二家园全国协会